新约中的礼仪。小时候我们常被教导要有礼貌，要常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。说实在的，听到这些教导就会觉得是在说教，常常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不把它当一回事。但现在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心智已经被转化，不再把这些道德礼仪的教导认为是说教，也不是把这些教导当作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，而是回到圣经中看耶稣怎么说。往往可以发现耶稣的教导比社会教的更有深度，而且更全面。有一次，有10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医治，他们痊愈了之后，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感谢耶稣。耶稣问说，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感恩的心还要有感恩的行动，就是说谢谢。这个撒玛利亚人来感谢耶稣，耶稣说这是出于他的信心，对神的赞美，也就是一个简单的感谢，可能是出于对神深刻的认识而有的感恩。如此一来，这就不单单是人与人之间的礼仪，而是礼仪已经架构在与神的关系这个基础上。这就是耶稣教导的深度与广度。新约中的基督徒是非常幸福的，因为律法中外在的仪式和形式几乎都废除了。法利赛人是形式主义者，坚守的就是外面的这些形式，所以经常会和耶稣起冲突。耶稣坚持真理，因为真理就是在这个形式下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。而现今内涵，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已经出现，就不应该被形式的窠臼套住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。礼仪如果是发自内心，它就不是一种形式，相反的，它还应该被维护，因为从内心而出的必有外在的表现。感恩的心必有感恩的行动，就如同雅各说的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基督徒是光明之子，我们是天父的孩子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荣耀神，也就是我们所说所做的都应该让天父感到骄傲。耶稣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，天父就会得到荣耀，也就是人家会对天父说，你这个孩子很懂事，有礼貌，做事很有分寸。你想当天父听到人家这样说他的孩子，他有多开心？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常常让神欢喜的孩子。